鬼岛风云变，猛兽凶光现，一声号令，一转攻势。当鬼岛战局陷入危机，最终翻盘的力量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萝莉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二本，海贼王1017话号令已经更新，一起来见证鬼岛大决战。为什么会有小鬼混到战场里？奎因发飙了，宝环的胡言乱语，小玉的突然切入，让这位大看板雷霆大发，伸长脖子准备看个究竟。只见宝环沦陷在食人花嘴里，毫无反应。又扭头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是谁啊？”小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这头怪兽的凶悍气势直接吓晕。奎因悻悻而去，乌索普和娜美赶紧上前。与此同时，4楼猫咪咖啡厅内，盛平正遭到福之福手下的围攻，举步维艰。福之福狂妄大笑，奚落起这个前玩下七武海5000人对3万人的战斗，光是人数就决定了一切，这是理所应当的结果。要是想着能1对1，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好好看清楚状况吧。盛平身陷重围，依然面不改色，把你们这些干部分散开，本来就是我们的任务。另外一边的弗兰奇也面对着敌人潮水般的攻势，尽管钢铁海贼战力强劲，但杂兵的数量却始终不见减少。同样面临历劫危机的还有犬男，手下们簇拥着杰克，将白昼之王困在阵中，群起围攻。这场战争的兵力劣势正在显现，这样下去，武士一方很快就会崩盘。给付者军团已经发现了宴会厅内的骚乱，那群该死的逾越者和等待者竟然敢背叛凯多大人，绝不能轻易放过他们。怪物们嘶吼着冲向宴会厅，无差别地攻击起曾经的同伴，准备将叛徒全部肃清。就在这时，小玉终于在乌索普和娜美的加油下，重新站到了台前。吃过小团子的各位朋友，小女子有个请求。稚嫩的声音打破嘈杂的战场，马上引起了敌人们的注意。海贼们叫嚣着要把他打下来。小玉强忍住恐惧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一起成为路飞大哥和桃之助伙伴们的同伴吧！”此时的路飞已经被红星海贼团救到潜艇中，正在紧急排水。小忍带着主军跳落悬崖，却凭借人法风筝飞入空中。桃之助想起警卫门和小菊，痛哭不已。这场战争的2个核心人物正陷入危机，为了拯救这个国家，为了拯救所有人，为了那约定的黎明，小玉已决定豁出一切。大家一起齐心协力，打败凯多吧！温柔而坚定的呐喊，准确无误，传遍全岛。主人的号令成功发出，斯必德兴奋起来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变革的时候了。只见给付者们纷纷停下脚步，似乎体内正在涌现某种力量。奎因一声怒吼，命令手下干掉小玉。布利斯格拉颤抖着抬起星星手臂，突然轰出重拳，将周围海贼全部击溃。愿意为您效劳，我的主人！吃下糯米团子的给付者们开始反击，纷纷加入到武士一方。海贼们看着己方战力一个个倒戈，目瞪口呆。戴夫哥趁势鼓舞起同伴们，继续前进，打倒凯多。杰克也发现了异样，身边的给付者们突然攻击起了自己人。虽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犬男的危机解除了，岛内各处战局开始扭转。长颈鹿斯迈尔的逆者哈姆莱特开始按照主人的吩咐扫荡周围海贼，而在猫咪咖啡厅内，蛇斯迈尔的逆者扑克突然杀入战局，全力阻击走廊中的福之福干部。海峡盛平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你快去把福之福解决掉。在第2楼，大批昆虫斯迈尔的逆者集体倒戈，开始协助武士们扫荡海贼。草帽才是胜者。鬼岛全境陷入混乱，事态通过目视者的机关兽传回阁楼内。CP0 对局势突变不明所以，广播内却还在源源不断地汇报着战况。在第3楼，骷髅右脑塔地下1层外围油阔，给付者引发了暴动，已经席卷整座战场。娜美抱住精疲力尽的小玉，庆祝这场终极大战大成功。奎因看着宴会厅内的乱战，又惊又疑，很快意识到问题出在刚刚那个小女孩身上。凶狠万龙的嘴里再次凝聚起激光，乌索普等人紧急回避。眼看整座舞台就要被轰飞，那个男人出手了，手肉飞踢，恶魔风脚飞掠如火，万钧之力重击凶兽。奎因脑袋被3次重创，口中机关戛然而止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：“你这混账，加治的儿子，别在我面前提那个恶心的名字！你也是那个疯狂团队的成员吗？”奎因毫不避讳，自称自己以前也是来自名为 MADS 的组织。看看我的身体，我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我是机械改造人。只听见一阵激光轰鸣，古代万龙的庞大身躯蜕变成未来科技的钢铁凶兽，左臂附着重甲机械，3人铁爪铮铮作响，背负金属龙旗，手持巨剑刀刃，万龙壮硕的尾巴完全金属化，速度、力量、技巧全方位提升。这即是奎因人兽形态与科学力量糅合而成的暴力美学。手下们看到一哉拿出最强力量，纷纷退散。奎因轻蔑大笑，准备将3字彻底解决掉，但大敌当前，3字担心的却是另外一边的伙伴。乔巴，你那边搞得定吗？原来特殊蓝波球的30分钟变身时间已经结束，此时的乔巴身体变得异常娇小，如同婴儿一般，只能由护士小姐姐捧在手心，说话语气却像个老年人。蓝波球的副作用竟是让乔巴进入了一种名为宝宝老头的奇怪状态，他正在焦急地寻找能够医治索隆的药物。
山羊医生，佐屋也有那样的特效药吗？老朽是说，将身体的伤势迅速恢复，能做到吗？山羊医生确认了特效药的存在，却也警告说之后会带来双倍疼痛。但此时的索隆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考虑了，与其担心之后身体会变成什么样，还不如想想现在，如果不能赢下这场战争，一切都毫无意义了，不是吗？剑士已有觉悟。猫咪咖啡厅内，给付者的反戈一击钳制住敌人兵力，福之福只能拿出全力与圣平一决高下。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但看起来我要认真一点才行了。匕首出鞘，凶光乍现，隔空一斩，无数剑气如枪林弹雨，朝着圣平倾泻而去。这一记刃枪威力之强，非比寻常。圣平不敢怠慢，愚人空手道催发怪力，轰出一记弹草瓦正拳，无数冲击波隔空爆裂，将刃枪全部格挡。福之福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透体扑来，迅速用踢躲开攻击，纵身一跃已来到半空，飞出来撕裂大气，又是一记蓝角半月踢斩疾驰而出。圣平抬起右腕，武装色硬化梅花皮，接下斩击。一轮较量下来，双方不分胜负。圣平却有了新的发现，你们应该把这个叫做铁块吧？这些全都是政府内部的人才会使用的六式。眼前这个百兽海贼团顶级杀手，不禁让他想起了过去的某个传闻。只见福之福身体急速膨胀，四肢蜕变出猛兽利爪，剑齿獠牙，狰狞可怖，凶光毕现，杀意方有。这即是猫猫果实古代种剑齿虎形态最强的人兽形。圣平严阵以待。曾经有一个政府地下谍报机关 CP9 成员越狱的传闻，我当时还很奇怪，为什么谍报特工反而会被关入监狱？福之福狂笑起来，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传闻的主角。他早就见过圣平，只不过是在暗处。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吗？这12年我可是过得很辛苦啊！就因为那一天唯一的一次失误，这个顶级杀手当年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，被称之为完全不输给天才罗布路奇的优秀特工。但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个玩笑。福之福大喝一声，猛虎咆哮化作利齿冲击，一记牙枪扑向圣平。海峡灵巧侧身躲开攻击，死亡冲击波竟直接掠过木柱，咬出一个破洞。这样的六式，连圣平也未曾见过。我同情你的遭遇，但你我之间应该没有过节才对吧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福之福抬起利爪，仿佛有无数怨恨涌上心头。你曾经挺起胸膛，说自己是草帽海贼团的一员，对吧？我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痛苦。原来12年前，他在护送政府船只的过程中，某颗恶魔果实被人抢走了。那次失态成为他不可磨灭的污点，彻底毁灭了自己的前途。2年前，草帽路飞刚刚崭露头角时，我真是大吃一惊啊！那个时候我被抢走的橡胶果实，竟然是被草帽那小子给吃掉了。福之福咬牙切齿，说出了尘封已久的真相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017话》的主要内容啦。本话尾田又再一次推动战争走向，给付者军团反戈之后，各处战线将进入最终的干部对决。本话奎因、福之福都拿出最强的人兽形态，剩下的镜、杰克、蒂姆、黑色玛利亚4人，相信很快也会变身。索隆得到了毛皮族的仙豆，获得一次重生，那么留给他的对手会是谁呢？橡胶果实，这颗改变了福之福命运的恶魔果实，背后会不会与红发香克斯存在联系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我是朱亚本，下期见啦！